师娘、玲玲，人我给带来了，接下来就是你们的时间了啊！师娘，等会儿，小伙子，真是对不起你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诬陷了你，都是我错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小磊同志，是我和我妈不对，向你道歉，而且特别的感谢你帮了我妈，我做牛做马都要报答你，我说话算话。您千万别这么说，这人都会老的。哎，别，您快起来，您快起来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来呀，师娘，咱到了，来，欢迎徐大妈归来，大伙儿都在这儿迎接您呢。哎呦，您好，慢点坐，来，谢谢大伙儿啊，应该的。各位叔大爷，我妈就拜托你们了哈。别这么客气，走吧。哎呀，徐大妈，您这轮椅不错呀。徐姐啊，我把大公鸡就给您抱来了，一会儿我送到厨房去炖了，你就给您补。您得让老母鸡炖，这是我最好的一只鸡了。每次都死了一次。这单怎么了？我是觉得挺好的。我觉得不太对。哪儿不对啊？这音乐是我做的啊，我觉得它跟这画面搭起来情绪不太对。不是，我觉得这音乐非常专业啊，非常符合咱这个气质啊。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，而且啊，离咱们胶片的日子也快到了。如果现在找一个专业的吉他手来录，那时间上也来不及啊。我想找一个人。不去，配乐我根本就不会。这跟配乐没关系，就是弹琴。哥，就你那小调调，跟我那片子的气质太符合了，换别人根本就不好使。那我也不去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跟你走了，让你嫂子知道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嫂子听我的呀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从小到大，嫂子都觉得我是个好孩子，我好好跟她说，她肯定站我这边。你拉倒吧，趁她给孩子洗澡，你赶紧走，别让她看见你。哎，大志来了，嫂子，你怎么不早点说呢？准备饭菜在家里吃啊？哎，最近吃的也少。实不相瞒，我来呢是有一个事儿。怎么了？我最近做了一个片子，这个配乐啊需要弹吉他，找来找去，唯独我哥这吉他气质能跟我这个片子完美的契合到一块儿。如果您同意的话，我现在就把他带走。他现在把皮球推给您，说您不同意。我没说，不是大志，他多少年不弹琴了，他行吗？他别给你捣乱去。对，我就不弹了，已经。他底子在。您听我说，他那个感觉啊，别人根本就比不了。嫂子，您就答应我吧，我现在就带他走。现在啊？对啊，就今天晚上。如果您担心，那咱们一起去也没关系的。啊，那我担心什么呀？你说新成叔帮了咱这么大忙，对吧？你需要你哥，我得全力以赴同意呀。啊，快去吧。所以说，嫂子您没意见对吧？我没意见。哥，走吧。等等。来帮忙。嚯，在那里头呢，咱把这些给弄出去。哎，都是灰。你公司有音箱吗？要是没有什么，走。我的世界也曾经拥有五彩的梦想，也曾望向远方，
念念不忘。时光匆匆，我的心依然在远方流浪，漂泊在城市安静，等待天亮。这个世界总是充满迷惘，既然我们勇敢，就一起拥抱疯狂。虽然世界总是让人受伤，既然不怕受伤，那就追逐。哥，你不知道，刚才我都听入迷了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那我能不知道吗？骨头！骨头是什么呀？是我们当年组的一个乐队，太厉害了。你们组个乐队，我怎么不知道？那不是那会儿你妈不让你跟我们一块玩吗？哎呀，不过这多少年了？大志，我跟你说，从我跟你嫂子结了婚，就她，我都没怎么碰过。什么？这个吉他吗？我记得你那时候对她比对你女朋友还好啊。那不是后来我跟她之间被你嫂子第三者插足了。那你这么说，那咱俩也是被嫂子都赖她。今天你要不找我呀，这么多年我都快忘了我还有个这。哎，这就到家了呀？那还不快？哥，我有想法。什么想法？好不容易给你放出来了，咱别把这次机会浪费了，再喝点。刚喝完吗？这东西还有毒啊！走吧。不成啊，大志，孩子太小了，你嫂子晚上一个人弄，都不像话了。回来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哥，谢谢你啊。回去慢点。准备电击，200焦一次。小菊，你妈呢？陈叔，我妈没了。不是，前几天不还是好好的吗？这怎么说没就没了？他不舍得动手术，我明明已经把钱交了，他就是不肯。再想动的时候就晚了，为嘛？那现在人呢？已经送太平间了。陈叔，我在这等你们，就想告诉你们，我妈的后事，我不准备大办了。明天我送她去火化。感谢你们一直对她的照顾。现在她走了，以后我们也不必打交道了。你就想这样就把她送走了？她毕竟还有那么多的老工友、老朋友想送她呢。她在我们那也住了1年多呢。要不然你先上班，你忙着，我们中心做主，帮你操持一下后事。谢谢你啊，不必了。我是她女儿，就让我送她最后一程吧。明天我去你们那儿办一下手续，把她东西再收拾一下。那就这样吧。不是，那个秀菊啊，我觉得吧，
你妈这个病呢，肯定跟超市有直接的关系。上次我们跟他们谈判的时候呢，他们要付1半的医疗费用。我觉得现在你妈就这么走了，你应该再去跟超市他们说一下，也许能够负担全部的费用。我不想谈了，叔，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再纠缠超市这件事儿了。这件事情就让它快点过去吧，越快越好。可是，你刚才说了，你妈她不愿意做手术，她为什么？她舍不得钱，她想给你留着。孩子，你就想让你妈就这么孤单的一个人就这么走了吗？这么着，像你陈叔说的，我们养老中心和你一起，给你妈开个追悼会。哎，谢谢你们关心，可这也是我妈生前的遗愿，她不喜欢在她身上大操大办。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，我先走了。咱们中心给牛大妈开个追思会吧，一个人不能就这么消失了，好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。你说牛大妈，这一辈子老爱占个小便宜。你说临了啊，他干嘛偷东西呢？行了，人都没了，还叨叨啥呀？哎，他那宝贝闺女怎么不来呀？他妈是来了。别提他那闺女了，越提我越来气，他妈白疼他。哎呀，别说了，人都走了。秀菊，你妈的遗物整理好了。秀菊还没回信息啊？没有。咱不用等他了，开始吧，行吗？那就开始吧。啊，行。啊，落座。来，落座。今天我们大家伙聚在这儿，是来参加牛宝兰的追思会。牛宝兰啊，是我们新城养老中心第一批的入住居民，大家都认识她，也熟悉。她身上的小毛病真不少，爱占小便宜，抠门，不讲理，喜欢嚼舌根子，平时咋咋呼呼哪儿都有。就连走之前，也因为超市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，给咱们添了不少麻烦。为这事儿，他的女儿都不想认他。大家可能心想啊，就这么一个人啊，这么一个身上一点好都找不着的人，咱们干嘛要给他开个追思会？是因为我们想让大家伙再看看，再想想，我们认识的牛宝兰，是不是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样子？
要是这么看的话，这是忘了给钱了，是吧？这不是偷啊。这话又说回来嘛，是不是牛姐当时也发现这个情况了，一时糊涂也动了贪便宜的小心思？那不是偷啊！你没这时候吗？回到家想起来，哎呦，忘给钱了，这是犯错，不是犯法。话是这么说呀，没毛病。可是牛大姐为什么自己承认偷东西啊？这不糊涂吧？啊，这个情况我多少了解一点儿。这是超市提出来的一个条件，说只要牛宝兰承认道歉，并且公开道歉，那超市就可以负担一部分医疗费用。我们有全程的录音和录像，可以做证明。当时我在场，我可以做证明。我也可以证明。哎呦，你说这牛大妈这图什么呀？为了这点钱，把一辈子的名声都给搭上去，这太不值了。她到底在想什么呀？这老牛是不是真傻了？别说了。老赵问为什么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他是为自己的闺女，他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的闺女好，为了给闺女省钱，甚至不要自己的名声。牛宝兰这一辈子活得不体面，走的也不体面。说到底啊，还是咱们老年人应该怎么活的问题。人老了是自然规律，但老了怎么活是咱们自己的选择。如果我们不自尊、不自爱，我们怎么能怪社会上的青年甚至自己的儿女说不尊重我们，甚至嫌弃我们？我们老了，但老了不是可以犯错误的借口。我们要问问自己，我们该怎么老？是可怜的、被人瞧不起的，还是体面的、受人尊重的老去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想的问题，也是我们今天为牛宝兰开追思会的意义。秀菊，你都听见大伙说的了，你也看见了，谁都可以嫌弃我，但你不能，因为他是这个世上最爱你那个人。我以前一直想长大，以为长大就能离开他，现在他离开了，我本以为我会轻松很多，但我的心却痛得要命。我忽然意识到，我再也没有妈妈了。今天这追思会开得挺好，我看秀菊这孩子也挺有变化的。他把他妈妈的遗物都带走了，临行前还说谢谢咱们。要我说呀，谢不谢咱们不重要，他要是多能念念他妈的好，这比什么都强。我相信会的，会的。哎，我怎么没看见明州啊？嗨，你老婆呀，想教这些老年人学会自尊自爱，还那一人忙着呢。这怎么教啊？一共101条，以后随时发现，随时补充。咱们分工明确啊，这项工作以后就由我来负责了哈。我看看啊，哎呀，可不少啊。第34条，去超市不许扒菜帮，不许毁坏商品，不许疯狂抢购。52条，遇到别人帮助要主动感谢，不许倒打一耙，不许反咬一口。95条，
去公园不许攀爬树木，不许进入花丛中照相和损坏花木。是不是滨州啊？你还不许攀爬树木，都一个个都这岁数了，他怎么去攀爬呀？你这好像是管理幼儿园的条例吧？那没办法，咱们这个养老中心在起步的时候就没有制定健全的规章制度，所以现在需要我们把它补起来。照这么个补法，我101条可不够。我说了，随时补充，发现一条补充一条。哎，我赞同夏总啊，没规矩不成方圆，以前没有的现在补上，挺好。哎，姓肖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叹什么气啊？我没意思，我就觉着老人可怜呐。小的时候呢，有妈有老师管，大了以后有组织管，老了，呵，又一帮人组织起来，像管小孩一样管。什么时候才能自由的活着？由着自个儿开开心心的活着呀？等我们像人一样自尊的时候。嘿，啊，就这么管着就能管出人一样的自尊吗？哎，你说谁呢你？跟着我念啊！第33条，在集会过程中无喝倒彩。不吹口哨，不擅自走动或离场，不在会场吃零食，不乱扔果皮纸屑。你看，站内热度突破8000了。天哪！老年人题材能到这个热度，可以了吧？相当可以，主要还是我拍的好。那我录的也好呀。啊，这么好的事情你不跟叔叔说一声啊？不用，他会看到的。哎呦，干嘛呢？这是一惊一乍的。好家伙，嚯，这又出什么事儿了？这？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了不得喽！小月啊，你赶紧的，咱问问这个精神病院今天开门不？咱得挂号去。什么事儿？肖叔，你看，什么玩意儿？你看夕阳，大志的片子上了。哎呦，哎，挣钱了吗？这个5000万，24小时就5000万了，5000万块啊！5200万，钱呐！点击量啊，点击量啊！啊，吓我一跳，了不得了！真能啊！哎呀，自从有了小晴，你们家的大志终于出息了。哎，这话我不爱听啊！那合着没你们家小晴，我们大志就不行了？差点意思，差点儿，那是差大意思了。哎呦，瞧，这真是两口子啊！你才知道。哎，这点击量，它最后能成钱吗？能啊！啊，真的。那最后到底是赔啊还是赚啊？呦，别看我们大志现在没挣大钱啊，就算是赔了钱了，还有他老爹呢，我有股权激励金呢。老两口回去跟你们小晴说，后半辈子可以坐享其成了。瞅把你能的，你忘了当初你天天骂大志创业不成功的时候了？这还股权激励金？我没有股权激励金啊。就是我们家明州的激励金比你的多多了。提激励金干嘛呀？行，我明白，技术上我们肯定可以达得到的，放心吧。好，哎，拜拜，哎。
你怎么来了？唱那么好听啊，没听你提起过啊。哎呀，你快坐吧。我呀就是瞎唱，之前在那个养老中心的时候，总给那些爷爷奶奶们唱歌。小时候学过吗？学过一点，但是我妈她后来就不让我学了，她说这是不正经人才干的事情。这话怎么这么像我爸说的呀？我觉得我妈也是想起我爸了，因为我爸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吹拉弹唱。哦。刚才听你唱歌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我们组的那个小乐队了。就是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骨头乐队吧？对呀。那后来为什么解散了？后来大家都长大了嘛，那不得不面对一些现实的东西，后来就解散了。那还挺可惜的。真的可惜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玩乐队的时候。你还记得肖林哥吗？他会弹吉他，那时候偷着自己学的。真的？真的偷着不正经。不是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是不是会打鼓啊？你打给我听听呗。啊，你打给我听听。不是，这忘了，都忘了。你这样，我唱歌，你打鼓，我们两个一起。真的。大志，大晚上的找我干嘛呀？给你听个东西。来，这是主唱啊。你云子姐回来了？你别乱说，这小晴唱的。小晴啊，像是不是挺棒的？那天你弹完吉他，主唱就来了。我觉得冥冥之中啊，老天爷想让我们干点什么。你什么意思？哥，你还记得咱们当初乐队解散是因为什么吗？没有主唱。现在主唱来了，咱们还等什么呀？重组一下吧。得了吧，我多大岁数了，我还玩乐队，玩不了了。这跟岁数有什么关系？这是心态问题。你也不老啊。我快40了，人到中年，还玩乐队。哥，你想想，咱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等咱们生老病死的时候再回头看，这钱呀、工作呀、压力什么还重要吗？我们生存的意义是体验感。不说别的，就说那天咱弹了那次吉他，爽不爽？你还真别说，那天真是过了回瘾。不就完了吗？但是啊，这也就是我青春的回光返照嘛。哥，谢谢你啊。但是这乐队，不是哥，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可以天天返照啊。你是快乐的单身汉，我成吗？一媳妇儿俩孩子，每天睁眼就是房贷，加油要油钱，吃饭要饭钱，孩子上学要上学钱。我知道您现在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啊，显得弟弟再劝您就跟不懂事儿似的。但是，咱们那时候是没赶上好时候。以咱们当时的那个水准，到了现在，这平台也好，广告商也好，咱不可能不赚钱啊，没准还火了呢。那要是火不了呢？要是咱玩这东西过时了，没人认了呢？不是火不了，最起码咱兄弟们开心了一把吧，咱也不亏啊。行了，我现在每天活得很开心，你回去吧。我觉得哥，你再想想吧。回去吧。行，那你早点睡。我过2天再问你一次。你开车慢点啊！啊。刚才谁来了？把你吵醒了。陈大志来了，找我聊了会儿天。睡吧啊。
我们生存的意义是体验感。不说别的，就说那天咱弹了那次吉他，爽不爽？现在主唱来了，咱们还等什么呀？重组一下吧。等咱们生老病死的时候再回头看，这钱呀、工作呀、压力什么的还重要吗？书包给我，我给你拿，你先穿衣服。肖林，哎你赶紧的，别晚了。哎，好嘞。你昨晚没睡好啊？你是起这么晚？哎，来了。哎呦，书包给我，给我，走，快走。哎呦，袁总，哎，小林，最近休息的不太好啊，这黑眼圈都有了。最近睡觉稍微有点问题。咱们新项目上马的事儿，你知道了吧？啊，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呀，抓紧出方案，随时向我汇报啊。好嘞，辛苦了。谈不上。以咱们当时的那个水准，到了现在，没准还火了呢。那要是火不了呢？我回来了。回来了啊？啊。今天晚上在家还加班吗？还剩点尾巴。哎，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！我们学校这次评那个特级教师，我进大名单了，3选1。真的？我要是选上的话，就能涨1级工资。哎，你哪天有空啊，陪我去校长家串个门呗？这时候去送礼好吗？人知道咱们是干什么。你想多了，谁都去，就咱家不去，好像我架子多大似的。咱也不送礼，就去做做呗。成了呢。我跟你说，我要这次真评上了，就能涨1级工资。我想着就把那个房贷咱自己扛过来。你说肖健现在在疗养院，治疗这腿得花销多大呀？这不能减轻点他压力吗？成，那你定日子，我请好假跟你去。我先进去把那点活干完吧。好，我给你洗个苹果去啊。哎。总是以为你不会接受，才会藏在心里拖了那么久。在这岔路口，我已经想好了怎么走。我不害怕跌倒，只怕你不在左右。弄完了吗？呀，你这眼睛怎么了？怎么红了？嗨，熬夜嘛。这可不行啊！这每天晚上加班到11、2点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别弄了，回来睡觉了。你先睡吧，我这儿顶多再有半个小时。行。那你快点啊！几点了？你疯了？我是疯了。哎，我今天把我们那个当年的架子鼓找出来了，一点灰都没有，感觉他就在那儿等我回去找他一样。哎，对了哥，我们公司呢有一个叫大瓜的，他会弹贝斯。我一说我要重组乐队的事儿，他就特别兴奋，飞蛾扑火一样的就说要加入。现在主唱也有了，贝斯也有了，就差您了，您再考虑考虑呗。你看
有你们仨了，就已经可以玩起来了。我不去啊！不是哥，那咱们乐队没有吉他，那就没有半边天呀。没你可真不行啊！我不去，你们自己玩吧。你看这样行吗，哥？周6呢，我们在公司准备排练一下。您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就过来看看，指导一下，看看总行了吧？这么晚了，给谁打电话呢？哦，那个，我这程序上有点过不去，跟同事沟通一下。行，那你弄完了赶紧回来睡觉。哎。艰辛和无奈，压不垮我就让我更坚定，努力做到无愧于心，才想哪怕一次的奋不顾身。我终于明白，幸福的尽头是我知道你不会接受，可以真的啦。依依，咱们都好久没有跟爸爸出来吃饭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我发现你到了新城以后，比以前工作还忙了啊。哦，这不是刚被收购，压力大吗？是，顶那么大摊事儿，肯定压力大呀。你说咱们当时丢了工作，跟丢了魂儿似的。我现在特知足，只要咱们这一家人，老的小的，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，有吃有喝，我就知足了。来，老公，依依，以后咱们周末都出来吃饭，好不好？来，二妮儿，周末愉快。二妮儿，你赶紧吃点东西，我差不多了。哎，你呀，一点都不哭。以后妈妈每周末都带出来，好不好？妈妈，我冰淇淋没了，我还想吃一个。你还要吃一个呀？今天呢，你可能除了要星星你爸不能满足你以外，肯定有求必应。爸爸，我能再吃一个吗？行，还吃这个味儿吗？康玲，我突然想起了，我单位还有活没干完，我可能得回去一趟。不是今儿休假吗？你都没怎么吃。他是这样，那活是礼拜5的活，没弄完呢，我想拿回家弄，这要留到礼拜1是不是就不太好了？这样，我先去趟单位，一会儿你们吃完先回家啊。那你早点回来啊。哎，来，我把车给你留下。跟爸爸再见。服务员，那个我们那桌再加一个冰激凌，啊，谢谢啊。嫂子，大哥最近跟丢了魂似的。哎呀，丢啥魂啊？就到了新单位，压力大。大哥真的跟之前不一样了，他有的时候在书房也不干活，就对着电脑发呆，我都发现好几回了。大哥不会是外边有人了吧？别胡说，你哥多老实呀，他对这个家是很有责任的。那不一定啊，那像我大哥这长得又好又能干，在俺们那儿没人勾引才怪。哎，二妮儿，以后当孩子别瞎说。这把
拍子，大致听不出来吗？好像是哪里不太对啊。乐队里没吉他，就一贝斯跟鼓，那靠主唱吼啊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先把咱们能弄的、力所能及的，咱先做了，咱把节拍卡准。这再力所能及，你没吉他，这都不对。梅梅，咱们再来一遍，再试一次，好不好？来，不信邪，来吧。那个，哟，哥，哎，小大哥，我在外边听了会儿，我实在听不下去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吉他来了。不，没有啊，我就是路过。这样，你看，要是说行的话啊，我提供一点经验，你们按我说的再试试，行吗？来都来了，你就弹一个呗。不，我就是路过，喂，走过路过不能错过。不是我，咱就去试一下，行不行的？咱试一下。我来。很难说出口，总是以为你不会接受。哎，你好，我是那肖林的爱人，我正好在旁边办点事儿，想过来找他。他在几楼啊？肖公啊，他没来啊。哦，他不是在加班吗？我不害怕跌倒，却怕你不在左右。早就该明白，生活充满艰辛和无奈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您啊。没事啊。时光，能否请你慢一点，慢到足够同过往告别。时光，能否请你快一点，快到忧愁烦恼都忘却。打包所有疲倦，蒙着眼还向前，柴米油盐偶尔冒险，找一个梦去实现。我们一年一年一年围着幸福绕了个圈，绕了个圈，酸甜苦辣尝遍，遗憾没有最有钱。这一生人海来去，沿着缘的轨迹，尽好的坏的尽我们自己。春夏秋冬，岁月漫长，东南西北，人海闯荡，太阳照常升起，生活还要继续，总有人一路同行。幸福绕了个圈，绕了个圈，酸甜苦辣尝遍，遗憾没有最有钱。这一生人海来去，沿着缘的轨迹，尽好的坏的尽我们自己。一天一天一天哭过笑过，绕了个圈，绕了个圈。悲欢离合走遍，没有解不开的结。这一生团圆分离，回望每段情离。请每个努力生活的你。